非常感谢赵学生教授来接受我们访谈。接下来就有请赵教授和我们分享关于中美关系、关于中国外交、国际关系。有请。非常感谢滕彪教授邀请我，跟大家谈一谈中国外交，决策习近平的外交政策转型。我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叫做《Dragon Rolls Back: The Dynamics,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Dynamic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我呢今天就基于这本书跟大家一起讨论。要谈习近平的决策，先要谈习近平的这个权力集中。这个权力集中呢，在20大和最近的两会当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他在政治局和国务院已经完全安插了他所信任的人，根据他们对他的忠诚度，而不是根据中国人讲的任人唯贤，完全是任人唯亲的方式，安排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样一来呢，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成为arguably 吧，至少是可以争论的说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有权势的一位领导人。这种变化呢，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共领导层长期形成的一种相互制约的一种格局。当年毛泽东是受邓小平、刘少奇还有其他一些元老的制约，邓小平受陈云还有一些他的也是元老的制约。然后呢，江泽民受邓小平的制约，胡锦涛受江泽民的制约，而今天的习近平，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任何一个能够制约他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呢，他的决策过程就由过去的那样一种就是集体领导、相互建立共识的过程，变成一个他的这个就是吸引 command 完全主导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就提出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决策集权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集权过程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这本书呢，就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从经验上面来讲 ，empirically， 就是说，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著作啊，都是英文叫做 unidimensional 和 static， 就是这是研究某一个方面或者比较静态的，就是研究中国跟某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关系，或者是某一个问题领域的外交政策，或者是某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一个比较系统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型变化，的研究呢，其实很有意思，没有这方的书。我教这门中国外交政策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本合适的书。从理论这个层次上来讲呢，研究中国问题的外交政策行为的绝大多数著作都用两种理论方式来解释中国外交行为。一个呢，就是我们叫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这种理论呢，他认为当中国的相对力量、权力增长以后啊，他的这种权力欲望，就是外交政策行为的欲望，也就是受到扩张。中国的崛起一定会重新导致它重新定义它的国家利益，更加扩张性的定义吧。由此而跟周边的国家产生领土冲突的国家，产生更多的这种冲突，和美国要挑战美国的这种全球霸主地位。这种理论呢来解释中国最近的一些外交政策行为，其实很有用。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7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变化之下呢，就显得并不很足以来解释。比如说毛泽东的时候，中国的国力相对弱小，但是毛是非常就 confrontational 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我的这本书当中这个表格列出来了，就是在毛的当政的这些年当中吧，哎中国国力虽然不是很强大，但是呢，毛从来不畏惧，甚至于很主动的产生对抗性实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比如说打了6场战争，这6场战争包括跟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前苏联进行战争，中国支持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所谓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运动吧。邓小平时期，中国政策变化了，非常这个英文叫 moderated， 就是不再采取这么对抗性的政策，而中国的国力呢，其实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改善。然后呢，他的指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胡锦涛，继续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啊，或者是这个比较温和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的国力在这个期间呢，已经增长了，所以这个现实主义政策就不能够解释这个。而现在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也是跟这个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是有不同的，因为呢，现在中国的自从习近平上任以后啊，中国的经济已经在逐渐的放缓，中国的国力并没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比如这个胡锦涛的时候，但是呢，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却完全放弃了韬光养晦，完全采取了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所以很多学者现在就说，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是不是就是 overreach？苏森 Shirk 那本书叫 overreach， 是不是 overreach？ 就是石英红有一句话叫做战略透支了。就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和行为与中国国力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不相称，所以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些中国外交行为在这样一个跨度上，它是显得很苍白的。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英文叫 regime change，regime type theory，就是就是制度类型理论，就是说威权主义专制体制下的政府，它是比较具有攻击性的政府，所以中国的比较有扩张性的或者有对抗性的这样外交政策，是由于中国的这种威权体制所决定的。但是这种理论呢，也无法解释这70年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因为中国的70年外交政策，威权体制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外交政策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转折，各种各样的变化在这7年当中。所以，由于这样一些理论和现实就是经验方面的研究的不足，我这本书呢就想弥补这些不足，去发展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呢，我把它叫做呃我把它叫做以领袖为解释核心点的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然后呢，从70年的历史一直到目前来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这个理论观点呢，从理论上讲，他认为领袖的作用其实是最关键的。这个尤其领袖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之下都很关键，但是呢，在威权和集权体制下，更加更加重要。在民主体制下，选出来领导，他受反对党啊，term limit 就是任期限制啊，公众舆论的限制，但是在威权主义的中国这样一种体制之下，一党制之下，它强调的是等级概念，强调的是这种纪律、民主集中制这一类的东西，所以领导人他相对的不受制约。相对的不受制约。
嗯，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些威权抵制的领袖当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后，其实我把它看到8个领袖人物，这个毛泽东、邓小平、这个赵紫阳、胡耀邦，还有这之前有那个谁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这个胡锦涛，再加上习近平，并不是所有的这样8位领导人都能够运用这样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来改变中国外交政策。这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把中国的这8位领导人吧，把它划分为3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我把它叫做就是变革型的领袖。这种变革型的领袖呢，他们是 game changers， 他们变化，因为他们有新的 vision， 他们有新的这种想法，而且有这种政治智慧在中共权力政治当中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呢能够这个游刃有余，来用意识形态各个方面来鼓励他们的这个 followers， 来实现外交转型。这种变革型的领袖有3位：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毛泽东，我把他的外交政策，我把它归纳为这个革命性的外交政策。因中国人的这个现在的话，就是他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呢，我把它说发展型的外交政策，因为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嘛，他就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中国现在讲起来，而习近平呢，他是一个大国外交，这个大国外交就要让中国人民强起来。这是3位变革性的领袖。第2种类型呢，就 transactional leader，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这个 transactional leader，就是集中于比较事务性的，这样一些上的领袖。这些领袖呢，他们这个在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了，但是呢，他们没有新的建树，基本上是遵循过去的政策方式。江泽民和胡锦涛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领袖，他们各自完成10年任期，但是呢，基本上按照邓小平所设立的政策方向吧。然后第3种就是我把它失败的领袖，这种领袖呢，也许他们有新的想法，但是呢，他们在权力斗争当中失去了权力，所以无所谓他们有没有新的想法。华国锋啊、胡耀邦和赵紫阳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领袖。所以我的这本书呢，就是去 document， 就是把这3类人的集中于那3位变革性的领袖，去讨论他们在中国外交政策转型当中是怎么样这个发挥作用的。其实就是看他们怎么样他们的新的 vision 是什么呀？他们怎么样建立他们个人的权威，包括制度性的权威或个人的权威，然后怎么样利用一些就是我叫 ideational sources， 像这个利用对历史的记忆啊，利用民族主义啊，这样一些就是意识上面的这样一些东西吧。然后呢，怎么样就是重新结构政策结构、政策决策的这样一些机制，然后呢，怎么样对应于国际环境、国际游戏规则、国际权力格局来这个完成他们的转型。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啊，一直都是集中在这样一些我叫 paramount leaders 这样一些就是最有能力的这样一些就最高层的这样一些领导手中吧。但是这些领导人呢，你看这个表格可以看出来，他们呢
是要依赖3个层次的官僚机构的。在最高层次呢，我把它叫做决策机构，这是包括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会。在这之下呢，这些机构呢，他们是这个在党，就基本上在党的控制之内。然后呢，第2个层次呢，它叫中文叫做协调议事机构。这些机构呢，他们一般都在幕后，但是呢，他们起到协调各个部门的利益和政策取向的这样一种作用。第3个层次就是官僚机构在党、政、军这3个部门里边的这样一些官僚政府机构、军队机构和党的机构。每一位领袖人物，就这样一些 transformational， 就是变革型的领袖人物，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想法，然后呢，有他们的这个领导方式跟这些决策机构和这个协调机构以及官僚机构进行协调。毛泽东呢，他的 vision， 他的这个对世界的看法，对中国外交格局的外交政策总体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处在一个这个战争与革命的时期里面，帝国主义时期吧。帝国主义时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革命，产生战争。应对这样一种国际时代的特征，毛泽东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吧，他建起了很大的这种魅力型的领袖的这样一种特质。然后呢，他在外交决策当中是 top down， 就是从上至下的。他让周恩来去和那些外交政策官僚机构打交道，而邓小平他的这种对世界看法，他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也并不是要革命时期，这是和平与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所以他作为一个非常就是 pragmatic， 就是很实际的一个领导人吧。他的决策方式我把叫做这个 delegation by consensus， 就是delegate 这些 authorities， 给他的这个下属，他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担任过最高职务，他让他的这些 proteges， 像胡耀邦、赵子阳这些人去到前面去，但是他在幕后起到这个实际决策人的这样一种作用，然后呢建立这种就是 consensus。如果他的下属可以达成 consensus， 所谓共识吧，那他就让他们去 ratify， 他就批准他们。如果呢他们达不成共识，然后呢他就介入这个决策过程。在他之后的他的这样一些他指定这样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呢，包括江泽民和胡锦涛吧，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更进一步了，按照邓小平的所谓的集体领导体制，去建立共识。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他的这个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也完全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他认为中国重新恢复过去的荣耀这样一种时期已经来到了，就是说这伟大复兴吧，中国的伟大复兴已经到了。他的决策特点呢，就是所谓顶层设计，这个他自己亲自参与各种政策的这种决策的设计和甚至于执行，这样呢，他就成为一个所谓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个 micromanagers，所有的事情他都必须卷入。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就是问题，那么习近平怎么能够达到这样一种
权力的地位呢，成为这么一个就是顶层设计者，能够成为 chairman of everything。有3个这个当时的环境因素，促成了习近平的快速权力集中。一个呢，就是当时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在胡锦涛的后期啊，这个整个在精英层都有很多抱怨，认为呢胡锦涛的这种集体领导体制啊太弱了，它导致了很多这种派系牵制、派系斗争，然后呢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党的领导，所以呢这些人希望有一个强人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在习上任时候出现了一些腐败的高层的腐败案例，包括这个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之类这些人吧，这个也给他创造了机会。第3个呢，就是当时的民意啊，这种就是尤其从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中国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于中国崛起的这样一种信心，伴随着一种什么呢？就一种对于西方国家很多一些美国这样的国家仍然不认可中国的这种崛起，甚至于打压中国的这样一种行为啊，他们叫做这个反华势力吧，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是非常的 frustrated， 当时国内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所以就利用这样一种形式呢，习近平很快巩固了他的权力，他把他自己，他让他自己表现出成为一个有眼光、有魅力的这样一种强势的领袖人物，这个满足了一些对胡锦涛时期的弱势领导不满的这样一种情绪，同时呢，他又利用这样一些腐败案例来打击举行所谓反腐败，一个方面增强他的这种民意的这样一种支持度，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打击了一些他潜在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呢，他提出新的这种 vision， 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样一种说法呢，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样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这种要求。这样一种权力的集中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了就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机构。在3个层次上，刚才我讲3个层次，决策层次，你看这张表格上就很清楚，决策层次，还有这个政策协调层次，还有在bureaucracy 这层次，我再简单一下介绍对这3个层次的这个影响。